这是一座深藏于凤凰山怀抱之中的千年古刹——新密天龙寺。因其独特的阶梯布局的建筑风格，被赋予了步步高升的寓意；又因其背依群山，面朝平原，更成为了鲜有的风水奇观，也是一个适合修身养性、参禅悟道的佛教圣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新密的天龙寺。天龙寺呢原来叫黄花寺，它始建于西汉末年。据说当时这个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，还有这个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龙游到此，遇难成祥，所以说后来才改名的天龙寺。又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寺院文化、历史渊源以及它的建筑格局，所以说呢，它这个天龙寺又有红佛寺的美誉。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这个九龙壁，这九龙壁非常的大气，很壮观，它应该至少有个8、9米的2、3米的高度。上面雕刻的是9条金龙，栩栩如生，看上去非常的震撼。两侧还有2个小狮子石雕。背面呢，正中间有这个正法之柱4个大字，然后左边呢是这个汾阳王后裔郭，这个叫郭什么堂，有人认识吗？叫郭什么堂，然后所题的为这个天龙寺所题的字儿。然后它这个右边呢是一首天龙寺赋。我们来东边看一下，东边呢有一座祈福塔，咱们一起来看看。这个就是祈福塔。祈福塔呢又叫九龙塔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雕刻的这个龙也好，莲花座也好，就是非常的逼真。而且这个九龙塔呢也非常的高大，应该至少有3、4层楼这个高度吧，至少有3、4层楼这样的一个高度。然后这个周围的栏杆四周呢系的都是一些祈福的丝带。我们再去西院看看，西侧看一下，这边确实都是一些功德碑，应该前后有3排，全都是一些功德碑，捐赠人的名字跟捐钱的一些数额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天龙寺的第一道山门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道山门的正中间有天龙寺3个大字，然后第一道山门呢就是看上去它是一个牌坊的一个造型，然后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大气，然后上面的神兽以及龙的这个雕工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细致。然后两侧呢分别有2个石狮子，其中一只呢是张着嘴，另外一只是闭着嘴。有人知道这个寓意是什么吗？然后我们穿过第一道山门，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道山门和第2道山门之间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金库，元宝样式的这样的一个金库。这个金库呢是用来焚烧祭品用的。然后穿过第一道山门呢就是第2道山门。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就能感受到天龙寺呢，它其实是因为它依山势而建，它每一殿比每一殿都要高，然后寓意着其实也是步步高升的意思。第2道山门两侧也是有2座石狮子。穿过第2道山门，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天王殿。天王殿呢，两侧呢，有大肚能容收尽乾坤，然后开口便笑指出迷津，然后两侧呢是2个护法金刚。天王殿里边呢，供奉的是大肚弥勒以及4大护法天王。然后大肚弥勒的背面呢是韦陀菩萨。我们进到寺内呢，可以感受到整个寺院虽然不算特别的大，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的金碧辉煌。这个殿宇众多，我们可以看到然后东边的有伽蓝殿、文殊殿、观音殿、普贤殿、祈福殿，以及正殿大雄宝殿。然后这边呢是
报恩殿、地藏殿以及龙王殿。东侧和西侧呢还是钟楼和鼓楼，这个是寺院的基本的个结构。然后我们首先进到观音殿来看一下。观音殿里边供奉的是千手观音的一个雕像，左边的是普贤菩萨，然后右边的是文殊菩萨。祈福殿里边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。伽蓝殿呢，供奉的是伽蓝菩萨，也就是五财神关羽。正中间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巨型的香炉，这放眼望去应该至少有3米的高度。然后上面题的是天龙禅寺4个字样。我们看地藏殿两侧的柱子上题的是人间私语，天文若雷，暗示方心，神目如电。地藏殿呢，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以及10大阎王。龙王殿里边呢，供奉的是龙王菩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天龙寺的正殿大雄宝殿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大雄宝殿下面两侧的石壁上呢，有18罗汉的一个壁画，金色的壁画。然后两侧呢是功德碑。咱们上去看看，两侧的柱子上分别题的是千山千佛，佛佛道同，通绝路，万世万代，代代相传，印心灯。大雄宝殿里边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以及药师佛，两侧呢分别是18罗汉的雕像。正中间呢是释迦牟尼，左侧的是他的弟子阿难，右侧呢是他的弟子迦叶。整个大殿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庄严肃穆。在释迦牟尼佛的背面呢是倒坐观音菩萨的一个雕像。穿过天王殿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天王殿后边的千佛殿。千佛殿横五，甲午亨通。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侧的题字是甘露洒诸天，现清净，心说平等法。慈航超彼岸，以自在历显大神通。千佛殿里边呢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以及两侧的胁侍菩萨。这个是弥勒佛、地藏王菩萨以及观世音菩萨。我们从现场来看呢，可以看出来，千佛殿呢，它主要是用于日常法会佛事的一个活动场地。从千佛殿出来呢，我们往后去看一下，后边是什么？诶，那边有一个凉亭，应该是在寺院外边。等一会儿我们逛完寺院之后，可以去那边看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座巨型的金色观世音菩萨的一个雕像，非常的壮观。通过镜头可以看到。来，我们走进来看看。这个佛像下边呢，有一座这个巨型的佛塔，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巨大。走近呢，可以看到佛像最下方呢刻的是九龙吐水的雕像，象征是美好的寓意。在这个九龙戏水的上方呢，是一些题记，记录了这个佛像修建的时间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。最上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座金色的观音显圣像，在阳光下，金色的佛像闪闪发光，立于层峦叠嶂的青山和蓝天下，给人一种威严震撼、佛法庄严的感觉。我们再来看看最上方是什么。最上边应该是正在建的一些殿宇或者是什么，你看现在还没有完工，这个都正在施工。我们走上来看看，这个应该是正在建的一些楼梯，这边应该是一座殿宇，上边还正在开发，这边也是还没有完工。可以看到这个钢筋还裸露在外边，还没有施工。
然后上边也是一层一层，应该还是有其他的殿宇正在修建。那基本上到这儿呢，整个寺庙也就逛完了。那咱们现在去后山看看，刚才在那边看到那个小亭子，那边是什么？咱们过去看一眼。这应该也是一条正常的路，这路还挺宽的，然后比我们爬山的那种路要好走得多。我们其实站在这儿是可以看到天龙寺整个寺院的，然后那个大的金身的佛像。亭子应该也是离这里没有多远，可能也就3-5分钟，估计都能到亭子的那个地方。如果山路都是这样子的山路的话，其实还是挺好走的，就跟走平路差不多，然后就是有一丢丢的坡度。前面有一辆车，车是可以开上去的吗？怪不得刚才在山脚下看那条路那么宽，应该也是有人上面。刚才听见有人在说话，也是挺厉害的，能把车开到这上面。哇，那边还有一个大的风车。啊，确实，在那个亭子里边是有人的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应该是当地的一些人在这乘凉。咱们进去看看。这个亭子是现在建的还是之前建的？早都有了。现代建筑。现代是吧？还有多少年呢？大概有12年吧。10几年是吧？哈。这建筑现代建筑。它是跟地下那个天龙寺是时间差不多是吧？你看，应该是天龙寺建是个这样子。哦，天龙寺不是15年又重新建的吗？哈。这东西都真材实料啊！你看。就看它的年代是之前的。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天龙寺呢是位于大山深处，群山叠嶂，形似巨龙，没有一点商业气息。而且呢，停车免费，不要门票。寺院里的师傅呢也是极好的，是一个特别适合放下杂念、修身养性的一个地方。